乌龙茶、红茶难逃登上 PK 舞台，哪一个是你的心头好？无条件公审。乌龙茶最容易被拿来跟红茶相比，逃也逃不掉。虽然在台湾以产乌龙茶为主，可是喜欢喝红茶的人大有人在。特别是阿萨姆红茶让许多人爱不释手，也大量的从外国进口而来，更是要喝上英国进口 Trying 英伦早餐茶包，才觉得是人间美味啊。乌龙茶在红茶的面前似乎明显的矮了一截，你认同吗？可能有支持乌龙茶的茶友们要呐喊起来，为乌龙茶平反。乌龙茶喝完能解渴，又能让嘴里香香的，天下第一茶非乌龙茶莫属。那么这支影片就来拿5个条件公开给大家评审，哪一个是最有资格登上茶中之王呢？乌龙茶、红茶难逃登上 PK 擂台，哪一个是你的心头好？无条件公审。乌龙茶出身，乌龙茶起源于北苑茶、武夷茶。北苑茶是福建最早的贡茶。北苑是福建建州凤凰山周围的地区，唐末以产茶，而宋朝之后产量扩大，逐渐采用半发酵的制法。武夷山茶则是在北苑茶之后，于元朝、明朝、清朝获得贡茶的地位。现在所说的乌龙茶，则是安溪人仿造武夷山茶的制法，改进工艺制作出来的一种茶。红茶的出身，明朝时产于福建武夷山的正山小种为红茶鼻祖。西元1610年，荷兰人透过印度尼西亚殖民地，将小种红茶运往欧洲，开始了西方红茶文化。以乌龙茶和红茶的出身来说，看似是红茶，是那个后来被创造出来的茶。这是不是说明乌龙茶的出身较为纯正呢？乌龙茶种植分布：一、台湾。台湾是乌龙茶的主要产地，其中以南投县鹿谷乡、南投市及阿里山地区的乌龙茶最为著名。台湾的乌龙茶因地形和气候的不同，品种和风味也各有区别。二、福建。福建省是中国乌龙茶的故乡，是全世界乌龙茶生产的主要地区。福建的乌龙茶以武夷山、安溪县和厦门市为主要产区，其中武夷山岩茶和安溪铁观音茶是最著名的品种。三、湖南。湖南省的乌龙茶主要生产于越南市和湘西地区，其中以岳阳西山龙头岩山和湘西岩茶最为著名。四、广东。广东省的乌龙茶主要生产于潮州市和客家山区，其中以潮汕铁观音和潮汕水仙茶最为著名。五、越南。越南是东南亚地区乌龙茶的主要产地，其中以岘港茶和广化茶最为著名。红茶种植分布：一、中国。中国是红茶的发源地，主要生产地区为福建、云南、四川、湖南、江西、广东等省份，其中福建省的武夷山红茶、云南省的天红茶和湖南省的祁红茶最为著名。二、印度。
印度是全球最大的红茶生产国，主要产区包括阿萨姆、达尔梭、尼尔基里和特尔干纳等地，其中阿萨姆红茶和达尔梭红茶是最为著名的品种。3. 斯里兰卡。斯里兰卡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红茶产区。斯里兰卡红茶以鲜艳的红色、浓郁的香气和柔和的口感而著称。4. 肯尼亚。肯尼亚是非洲最大的红茶生产国。肯尼亚红茶以带有果香的味道、深红色的茶汤和浓厚的口感而著称。5. 土耳其。土耳其是红茶文化的发源地。土耳其红茶以其深红色、甜美的香气和独特的口感而著名。以乌龙茶和红茶的种植分布来说，看似是乌龙茶被种植的地方不如红茶来的广泛，这是不是说明红茶种植分布略胜一筹呢？乌龙茶栽培延续，有大龙袍、龙须、安息铁观音、洞顶乌龙、东方美人、凤凰单丛。但台湾乌龙茶自成一脉，研发更多品种，较出名及继续种植有9种，详情可以见另一支影片。乌龙茶种类是什么？它是6大茶系哪一种？还是茶树品种呢？太多疑惑一次全解决，走过路过别错过哦。红茶栽培延续，中国来说有小种红茶、玉山小种、外山小种、红穗茶、马鞭功夫。台湾来说有台茶8号，与阿萨姆红茶类似味道。台茶18号红玉，台湾红茶的骄傲。也有台茶21号和23号，都是做红茶的材料选择。以乌龙茶和红茶的栽培延续来说，看似是红茶没有被研发出更多的品种，这样是不是说明乌龙茶的繁衍子孙多很多呢？乌龙茶影响的国家，中国是乌龙茶的原产地，也是乌龙茶的主要生产国。福建、广东等地的乌龙茶在国内市场上拥有极高的知名度和消费量。2. 台湾乌龙茶是世界知名的茶叶品牌。台湾的乌龙茶以其鲜明的口感、芬芳的香气和深受消费者的青睐而闻名。3. 日本是乌龙茶的进口国之一，日本消费者对乌龙茶的需求也在逐年的增加，主要来自台湾和中国福建。4. 东南亚国家如马来西亚、印尼等地也有乌龙茶的消费。红茶影响的国家。1. 印度是全球最大的红茶生产国。该国的阿萨姆、达尔西、尼尔基拉等地区被广泛使用于各种饮品中，尤其是英式下午茶文化。2. 斯里兰卡是世界第2大的红茶生产国。斯里兰卡红茶以其香气浓郁、色泽鲜明和口感柔和，受到国际市场的青睐。3. 中国的红茶消费量也很大。中国的红茶以其多样性、风味独特和历史悠久而闻名于世界。4. 肯尼亚是非洲最大的红茶生产国。肯尼亚的红茶以其色泽红亮、口感浓郁而获得全球市场的认同。4. 英国人是世界上最热爱红茶的民族，红茶也成了英国文化的一部分。
英国进口的红茶主要来自于印度、斯里兰卡和非洲国家。5. 土耳其。土耳其是隐形的喝茶王国，平均每年每位土耳其人喝掉 6.9 磅的茶叶，比起英国人喝的茶量多出许多，是全球最爱茶的民族。以乌龙茶和红茶的影响来说，看似是两者平分秋色。乌龙茶的口感，其风味复杂，具有独特的花香和果香，并带有淡淡的甜味和微苦感。这种微苦感是让味蕾产生回甘的关键。台湾乌龙茶中的高山乌龙茶口感清爽，香气高雅，铁观音则带有淡淡的炭焙香和花香。广东岩茶则带有浓郁的矿物香和果香等等。红茶口感，红茶口感浓郁丰富，通常带有香气和果香，味道有时有淡淡的甜味。印度阿萨姆红茶口感浓郁醇厚，带有微妙的鲜果和花香。斯里兰卡锡兰红茶则带有柑橘香和花香，口感清新。中国的祁门红茶则带有炭焙香和果香。以乌龙茶和红茶的口感来说，看似是红茶的滋味少了些，仅有甜味、花香、果香和炭焙香。这样是不是说明乌龙茶的花香、果香、回甘、矿物香和炭焙香口感更为多变呢？我们团队最终认为是乌龙茶胜出。你呢？觉得哪种胜出？重新再回顾这两种茶的资料，选出你认为哪一种茶更厉害。以上资料为书籍、网络及我们团队观点而来，如果错误或有不同意见，请不吝指教。